曾经有位60多岁的老先生，退休后本想享清福，却突然陷入一场痛苦的折磨。他每天夜里要起来上5、6趟厕所，排尿时刺痛难忍，下腹胀痛的睡不着觉。更糟的是，他发现自己渐渐失去了作为男人的雄风。慌了神的他赶紧跑去医院检查，结果一出来，他整个人瘫坐在地，确诊为前列腺癌晚期。得到这个诊断时，他又惊又悔。惊的是，一直默默无闻的前列腺竟然长出了致命的肿瘤；悔的是，年轻时候的种种不良习惯，看来正是罪魁祸首。回想起来，多年来他长期久坐，缺乏运动，爱吃油腻重咸的食物，熬夜是家常便饭，面对小便困难却一拖再拖，这些坏习惯他几乎全占了个遍。他脑海里闪过往事，年轻时妻子也曾劝他别总是久坐不动，夜里别老熬夜，可他当时嫌人家啰嗦，一点没听进去。如今病痛缠身，他才终于懂得那些被当作唠叨的忠告是多么宝贵。老先生懊恼地直拍大腿，连声感叹早知如此，当初说什么也要戒掉那些坏习惯啊。给他诊治的医生不禁叹息，这番话不只是对他说的，更是对所有男性朋友的忠告。各位男性朋友啊，如果不想将来被前列腺癌折磨下半生，现在就必须痛改前非，趁早改掉那4大毁坏前列腺的坏习惯，可别等到命根子坏掉了才后悔莫及。那么到底是哪4大坏习惯如此可怕，让男人的生命线不堪重负呢？别着急，我们就一一道来。首先，我们先认识一下什么是前列腺。前列腺是男性独有的一个腺体，形状和大小类似一颗核桃，位于膀胱的下方，包围着尿道的开口处。它的主要作用是分泌前列腺液，构成精液的一部分，用来滋养和运输精子。平日里，很多人甚至感觉不到它的存在，直到它惹祸上身的时候。前列腺癌，顾名思义，就是发生在前列腺的恶性肿瘤。这种癌症多见于中老年男性，早期常常症状不明显，因此堪称男性的无声杀手之一。一旦进入中晚期，肿瘤可能压迫尿道，导致排尿困难，尿中带血，还可能出现骨骼转移，引发腰背剧痛，严重时甚至瘫痪在床，极大影响生活质量，并威胁生命。放眼全球，前列腺癌已经是男性中第2常见的癌症。据统计，平均每8个男人中就有1个一生中可能遭遇前列腺癌。台湾地区近年来前列腺癌的发病率也在迅速攀升，著名人物的经历也说明了这一点。法国前总统密特朗就在1996年因前列腺癌病逝，美国前纽约市长朱利安尼也曾在2000年确诊前列腺癌，被迫退出参议员竞选。可见前列腺癌的威胁并不分贫富贵贱，任何男性都有可能中招。2020年，台湾新诊断的前列腺癌病例超过7000例，已成为本地男性第4大高发的癌症。相比20年前，如今前列腺癌的发病率几乎翻了一番。随着人口老龄化和生活方式西化，这个数字还在不断上升中。不过，好消息是，前列腺癌并非不可防御，年龄、遗传等风险因素我们无法改变，但后天的生活习惯却掌握在自己手中。大量研究表明，饮食、运动、睡眠等生活方式对前列腺健康有重大影响。如果我们能及早养成良好的习惯，就有望把前列腺癌拒之门外。反之，一些看似平常的恶习，其实正悄悄给前列腺埋下祸根。哪4种生活习惯对前列腺的伤害最大呢？总结起来，有4大元凶，分别是久坐不动、饮食油腻重盐、熬夜晚睡，还有对泌尿异常的忽视。下面我们就逐一揭开这4大恶习的真面目，看看他们是如何坑害男性健康的。1、久坐不动。现代社会，不少男人白天对着电脑一坐就是一整天，下班回家又瘫在沙发上刷手机，周末宅着打游戏，一天下来，除了上厕所，屁股几乎没离开过椅子。别看坐着很舒服，前列腺可不乐意你这么懒。长时间久坐会让会阴部位一直受压，前列腺被闷在其中，血液循环不畅，营养和氧气供应都减少。前列腺这个器官其实有点娇气，你总是压着它迟早要抗议。西方流行一句话，叫做久坐是新的吸烟，意思是久坐对健康的危害不亚于抽烟。
对于前列腺而言更是如此。长时间坐着不动会导致骨盆腔血流减慢，前列腺局部容易充血、水肿，炎症风险增加。有些长期久坐的男性会出现下腹隐痛、尿频等不适，那其实是前列腺在发出求救信号啊。更严重的是，久坐让人容易发胖，肚腩脂肪堆积。别小看肚子上的肥肉，它可是激素的加工厂，会分泌过多的雌激素等物质，扰乱男性体内的激素平衡。肥胖还会导致胰岛素抵抗和慢性炎症，而这些变化都会增加前列腺细胞癌变的风险。有研究指出，久坐不动的人患前列腺癌的几率比经常运动的人更高。一项研究甚至发现，每天比别人多坐1小时，罹患前列腺癌的风险会上升约 16%。 可见沙发和椅子坐得越久，离医院的泌尿科就越近。医院泌尿科的医生就经常遇到一些长期久坐惹出前列腺毛病的患者，有的是长途司机，开车一坐就是1天，有的是办公室白领，每天对着电脑10小时不挪窝。他们有的才刚40出头，就开始被前列腺炎和排尿问题困扰，可见久坐对前列腺的伤害绝不是危言耸听。所以啊，各位男性朋友，千万别当沙发上的懒汉，每隔1小时就起来走动走动，活动筋骨，哪怕2-3分钟，前列腺都会感激你。平时下班后尽量安排体育锻炼，比如饭后快走一阵，或者慢跑几公里，偶尔去泳池游上几圈，都能促进血液循环，帮助前列腺散热消肿。别等到小腹疼痛、尿尿出问题了才后悔莫及，赶紧动起来吧，让前列腺保持舒坦，远离疾病的纠缠。2. 饮食重油重盐。俗话说病从口入，这话对前列腺也不例外。现代人饮食口味越来越重，大鱼大肉、煎炒烹炸样样不少，吃得爽快，对身体却未必友好。回想上一辈人，饮食清淡简单，很少每餐都有油腻荤菜，而如今炸鸡、红烧肉、披萨、火锅成了不少男人的心头好，每顿无肉不欢，重油重盐才吃得过瘾。这种饮食习惯正给前列腺健康埋下大雷。首先，摄入过多的脂肪，尤其是动物脂肪，会推高体内胆固醇水平。前列腺癌细胞对雄激素等荷尔蒙非常敏感，而胆固醇是合成激素的原料，吃得油腻，等于间接给前列腺癌提供养分。研究发现，长期高脂饮食的男性，前列腺癌发病率明显高于清淡饮食者，特别是爱吃红肉，比如牛肉、羊肉、猪肉，还有各种加工肉制品，例如培根、香肠的人，前列腺出问题的几率更大。据统计，红肉吃得最多的男性群体，患前列腺癌的风险比吃得最少的人高出将近30%。难怪有人感叹，管不住嘴，迟早毁了男人的命根子。至于高盐饮食，对前列腺的直接影响或许不如脂肪明显，但也不可小觑。重盐的食物往往是腌制和加工食品，比如腊肉、咸鱼、泡菜等，这类食物含有亚硝胺等致癌物质，经常大量食用会提高包括前列腺癌在内的多种癌症风险。此外，盐分过高会加重泌尿系统负担，使尿路黏膜经常受刺激发炎，也会间接损伤前列腺的健康。从全球趋势看，饮食与前癌的关联也很明显。例如，日本男性过去前列腺癌发病率一直很低，但近几十年来，随着饮食越来越西化，前列腺癌发病也显著上升。相反，一些坚持传统清淡饮食的地区，前列腺癌仍然相对少见。这些现象都在提醒我们管住嘴的重要性。反过来说，多吃蔬菜水果，清淡均衡的饮食方式对前列腺是有保护作用的。蔬果中富含抗氧化剂和维生素，可以帮助清除体内有害物质，比如番茄里的茄红素就被认为有助降低前列腺癌风险，而花椰菜、卷心菜等十字花科蔬菜也含有抗癌成分。如果平日里荤多素少，前列腺就失去了这些天然保护，他恐怕宁愿你请他吃沙拉，也不想总跟着你大鱼大肉、烧烤配啤酒。所以，为了前列腺的长久健康，饮食习惯必须改一改。管住嘴，迈开腿，这句话大家都听过。具体来说，就是尽量减少高脂肪、高盐分食物的摄入，红肉要适量，多用鱼肉和禽肉替代，油炸食品和高糖甜点尽量少碰，多吃新鲜蔬菜、
水果和富含纤维的粗粮，吃清淡一点，前列腺才不会日日被油盐包围，才能轻装上阵更健康。饮食均衡，再加上前面提到的坚持运动，你的前列腺一定会偷偷为你点赞。3. 熬夜晚睡。不少人嘴上说着今晚一定不熬夜了，身体却很诚实地刷着手机追剧，一不留神就熬到了凌晨。现代社会，熬夜晚睡几乎成了常态。年轻人熬夜加班打游戏，年纪大一点的晚上看球赛、打麻将。殊不知，每一次深夜不睡，前列腺都在默默替你流泪。现在还流行一个词叫报复性熬夜，意思是白天被工作生活压得喘不过气，晚上就算困也要强撑着不睡，好像在报复白天失去的自由。但实际上，这种做法真正报复的是自己的身体健康。长期睡眠不足对全身健康的危害是多方面的，对前列腺而言尤其明显。人进入深睡眠后，身体会分泌一种叫褪黑素的激素，它能帮助修复细胞损伤，还有抑制肿瘤生长的作用，被誉为人体的防癌卫士。而熬夜会干扰褪黑素的分泌，相当于让这个防癌卫士下岗，没有了夜间的修复和清理，受损的前列腺细胞就更容易演变成癌细胞。此外，熬夜还会导致免疫功能下降，长期晚睡的人往往白天疲惫，身体得不到充分休息，免疫系统就像在打瞌睡，识别清除癌细胞的能力也跟着下降。大量研究证实，昼夜节律紊乱会增加多种癌症风险。世界卫生组织的相关机构甚至将长期夜班列为很可能致癌的因素。统计数据显示，长期在晚上11点半以后才入睡的男性，前列腺癌的发病率是正常作息男性的将近2倍。这个数字相当惊人吧？想想看，熬夜的第二天你精神萎靡，前列腺同样也跟着遭罪。古人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其实是符合人体规律的。如今我们有灯光和电子设备，把黑夜变成白天，却忽视了身体需要在夜间修复生息。老一辈常说子时大睡，指的就是夜里11点到凌晨1点这段时间要酣然入眠。这其实与现代医学不谋而合，因为深夜正是褪黑素分泌最旺盛，身体修复最积极的时候。为了前列腺的健康，还是乖乖早点睡吧。一般建议成年人每晚保证7到8小时睡眠，最好在11点前就寝。睡前减少玩手机电脑，给自己创造一个安静昏暗的环境，帮助身体顺利进入睡眠。如果实在因为工作不得不熬夜，之后也要尽量补觉，让身体和前列腺有机会恢复元气。总之，别以为熬夜是小事，日积月累下来，它对前列腺的伤害足以让人追悔莫及。想象一下半夜因前列腺问题疼得睡不着觉的痛苦，再对照眼下，其实只要踏踏实实睡觉就能避免这一切。不早点睡觉实在太亏了。4. 忽视泌尿异常。最后要说的坏习惯，其实是很多男性的通病，忽视身体发出的求救信号，尤其是对泌尿方面的异常视而不见。有些人明明已经出现了尿频、尿急，甚至排尿困难、小便分叉等问题，却总觉得忍一忍就好。男人上了年纪都这样，结果一拖再拖，等到真熬不下去去医院检查时，往往病情已经加重，错过了最佳治疗时机。还记得开头那位被折磨的老先生吗？他就是因为长期忽略前列腺发出的警报，才会一查出来就是晚期。他回忆说，其实早在几年前就开始夜尿增多，排尿不畅，但因为不痛不痒就没当回事。这样的案例并不少见。有些人发现尿液里带血丝，却害怕去医院检查，生怕查出什么大问题，结果反而真的拖成了大问题。要知道，前列腺就在膀胱和尿道交界的地方，一旦出了问题，尿方面往往最先表现出来。常见的前列腺求救信号包括小便频繁、夜尿次数增多、尿流变细变慢、排尿中断、排尿疼痛、尿中带血、精液带血、下腹或腰底酸痛等等。出现这些症状可千万别硬扛。虽然不一定就是前列腺癌，可能也有良性前列腺增生或前列腺炎的原因，但无论怎样都应该及时就医。其实古人早就认识到尿潴留的可怕，称小便解不出来为笼闭，意思是尿液被完全堵住了。严重的笼闭会导致下腹胀痛如鼓，病人甚至会因憋尿过久而有生命危险。
虽说现代医学可以用导尿管暂时解除尿潴留的痛苦，但如果前列腺的问题不根治，一样后患无穷。男性到了中老年，最好定期进行前列腺方面的检查。目前有前列腺特异抗原的血液检测、直肠指检、超声检查等多种筛查手段，可以帮助早期发现前列腺的异常。很多男性对前列腺检查有所顾忌，尤其害怕直肠指检的尴尬。其实医生早已见怪不怪，那几秒钟的检查不算什么，和生命健康比起来微不足道，完全没必要因为害羞而讳疾忌医。一旦确诊为前列腺癌，也不必惊慌，早期通过手术、放疗等治疗，很多人都能长期生存，生活质量也有保障。笔者就遇到过一位50多岁的先生，在单位组织的体检中查出了早期的前列腺癌，他原本毫无察觉，多亏指标异常及时就医，顺利做了手术。不久前还看到他精神矍铄的在打太极呢。试想，如果当初因为害羞或侥幸不去检查，结果恐怕就没这么乐观了。怕就怕拖到晚期，癌细胞已经扩散，到那时不仅治疗复杂昂贵，身体遭罪，作为男性的尊严和生活品质也会大打折扣。因此，各位男性朋友，平日一定要留心自己的排尿健康，不要羞于启齿，也不要心存侥幸，该检查就检查，该治疗就治疗，别让讳疾忌医毁了你的命根子。毕竟，谁也不想因为自己的大意疏忽，落得个下半辈子被尿袋和导管伺候，或者丧失夫妻生活的悲惨境地吧。好了，今天分享的4大前列腺克星习惯就介绍完了，希望每一位观众朋友都能引以为戒，尽早改掉这些伤身又伤根的坏习惯。如果不幸中招，已经出现了症状，也请及时就医，不要拖延。要知道，前列腺虽小，却关系重大，习惯看似不起眼，却能左右我们的健康命运。从现在开始采取行动，爱护前列腺，就是在守护我们未来的幸福生活。谢谢大家观看，希望所有男性朋友都能拥有健康幸福的人生。